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当一件事只有一个人说的时候，你可以当作笑话听听，转头就忘了。可是当第二个人说，第三个人也说，第四个人从地球的另一端用你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翻着一本几百年前的老书，竟然也说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你后背那股凉意是压也压不住的。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几股凉意一条一条摊在你面前。我先把话说在前头，这支影片不是要你恐慌，恰恰相反，看到最后你会明白，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预言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它的态度。但在那之前，我们得先有足够的勇气，把这些被反复验证的警告认认真真的看一遍。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件事，预言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充满争议，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嗤之以鼻，这都很正常。我做这支影片，并不是要你全盘接受任何一个预言家的说法，更不是要你陷入恐慌，整天提心吊胆。我想做的，只是把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来自不同源头的声音，第一次完整地、并排地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去判断。因为我相信，当你看完这些彼此独立却又惊人一致的警告之后，你心里自然会有一杆秤。好，那我们就从离我们最近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讲起。中国人记时间用的是天干地支，这套系统从商朝的甲骨文一路用到今天，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悠久、从没中断过的记日方式。你别小看这60个字的循环，它其实是老祖宗把天文、历法和历史搅在一起，攒了几千年的一个时空模型。而在这个模型里，有一个年份的组合，被历代的命理师、道士还有民间的高人反复的圈出来，画上红线，标注成4个字：赤马红羊。什么叫赤马红羊？简单说，2026年是丙午年，天干的丙属火，地支的午是马，火又主红，所以这一年就是不折不扣的赤马，一匹火红的马。紧接着2027年是丁未年，未是羊，合在一起就是传说中60年才轮一次的赤马红羊节。这4个字背后藏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规律。早在北宋，有位道士叫张继先，他就观察到一件怪事，每逢午年或者丁未年，天底下总爱出大乱子，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到了南宋，有个叫柴望的人，干脆把这件事认认真真的考据了一遍，写成一本书，叫做《丙丁归鉴》。他翻遍了从秦朝开始1200多年的史料，结果吓了一跳，光是在这2种年份里，中国就一共爆发了21次改朝换代等级的大灾变。你听听这些灾变都是什么？西周亡国是在这种年份，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徽钦2帝被掳北上，也是在这种年份。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开始专权乱政，还是这种年份。甚至连武则天进宫，那场改变整个唐朝命运的风暴的起点，也落在赤马红羊年上。这已经够悬了，可更让人坐不住的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几次。上个世纪有2个赤马红羊年，第一个是1907年的红羊年，那一年发生了黄冈起义，徐锡麟、秋瑾这些名字背后，正是推翻一个旧王朝的第一声枪响。中华民国的雏形从那一年开始悄悄成型，而再下一个赤马之年，就是整整60年后，1966年。1966年发生了什么？相信不用我多说。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席卷整个中国，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无数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夏天。你可能会问，这背后到底有没有道理，还是纯粹的牵强附会？其实老祖宗的逻辑并不复杂，丙午、丁未这几个年份在五行里都属于极旺的火，火代表的是躁动，是冲突，是压不住的情绪。当天时走到火气最盛的关口，人心也最容易浮动，社会里那些平日里被勉强压着的矛盾，就格外容易被一点火星引爆。你去翻历史就会发现，很多大动乱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各种矛盾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刚好又撞上了这样一个躁动的年份，于是轰然引爆。这不是宿命，这更像是一种对人性周期的精准观察。老祖宗看了几千年的世道人心，
把这份观察浓缩成了赤马弘扬这4个字，留给了后人。现在，请你把日历翻到今天，又是整整一个甲子，60年的轮回。下一个赤马之年，分秒不差地，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2026年。所以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这4个字在华人世界里突然又被翻了出来，被反复的讨论。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常常压着同样的韵脚。老祖宗用60个字织了一张网，网了几千年的兴衰治乱，而这张网的一个结，恰好就打在了我们头上。而且你别以为指向2026年的只有赤马弘扬这一条线，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预言多得是，可奇就奇在，他们竟然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把目光对准了这同一年。唐朝有一首黄檗禅师诗，这位高僧推算当朝的国运，留下了一句刚到金蛇运已中。金蛇指的就是2025年那个蛇年，蛇年一过，按他的说法，下一年也就是2026年便是改朝换代的一年。再看刘伯温，他除了大名鼎鼎的烧饼歌，还留下一份推背图，里面有一句说得更直白，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寅卯辰巳对应的是虎兔龙蛇，也就是从2022一直熬到2025这几年，意思是这几年是最难熬的关口，谁能咬牙挺过去，谁就是活神仙。而挺过去之后呢，正好就是2026年。说到我们老祖宗的预言，有一部书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那就是唐朝的推背图。这部奇书相传是由2位精通天文易理的高人袁天罡和李淳风一同推演出来的，整整60项，从唐朝一路预言到遥远的未来，被许多人奉为中华第一预言奇书。书里的每一项都配着一幅看不太懂的图，一段隐晦的谶语和一首藏着玄机的宋诗。神奇的是，后人回过头去一一对照，发现里头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宋朝的建立、元朝的兴起、明清的更迭，竟然一个接着一个都被他不偏不倚地点到了。正因为前面那几十项被历史验证得如此精准，人们才会对他后面那几项，那些隐隐指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图谶格外地在意。而不少研究者解读之后认为，推背图所描绘的正是在一场巨大的动荡与洗牌之后，世界终将迎来一个天下归一、太平大同的全新格局。你看，又是一场大乱，又是乱后的新生，这个调子是不是和前面那几份预言悄悄地合上了拍？你发现了吗？4份完全不同的古老预言，黄檗禅师诗、刘伯温推背图、还有赤马弘扬节，从4个不同的角度，竟然不约而同地把2026年标记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折点。一个说改朝换代，一个说闯过节关，一个说乱后归一的大同，一个说60年一遇的大劫。这还只是我们中国自己的部分。问题是，这真的只是巧合吗？如果只有我们中国人这么说，那也许还能用文化心理去解释。可偏偏地球另一边那些对天干地支一窍不通的人给出的答案竟然惊人的一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声音请出来。我们先来看帕克。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去年的12月30号，他就发了一支影片，把2026年的整个走势摊开来讲。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他说这会是一个清算之年，许多被掩盖多年的谎言会被一个一个揭穿，会冒出大量的诉讼案，很多藏在水面下的真相会被硬生生地翻上来。而这一切的转折点，他说得很明确，就在2月。你想想，中国的农历新年也正好落在2月，过完这个年，按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就正式踏进了那个灾难之年，赤马年。你看，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的古老历法，竟然在2月这个时间点上完美的重合了。那帕克具体看到了什么？这部分你得坐稳了再听。他说，在台湾海峡之间，很可能会出现一次飞机或者潜水艇的相撞事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偶然的擦枪走火，会点燃一场谁也没料到的冲突，连日本都会被卷进这场漩涡里。而在这场风暴中受伤最重的，他说是中国，经济会崩溃，
那位最高领导人会因此下台。在这之后，中国会分裂成许多个小一些的国家，最终走向一种类似欧盟那样的松散联合体。民主制度会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占据主导，边境会打开，人们可以自由地往来贸易。他甚至给这整个过程起了一个极其生动也极其冰冷的名字，他把它叫做冰川式瓦解。冰川式瓦解这4个字你细品，它不是火山爆发那种一瞬间的天崩地裂，而是像一整座看起来坚不可摧、亘古不变的冰川，在你几乎察觉不到的缓慢之中，一寸一寸地融化、断裂，最后轰然崩塌。那种感觉是表面上一切如常，歌舞升平，可地基早已在暗处被掏空。帕克对这场变局的描述，后来还说得更直接。他预言，这场瓦解很可能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由内部发动的一场带有军事性质的剧烈对抗，最终导致那个体制的彻底终结。一个从内部裂开的庞然大物，这个画面光是想象就足够惊心动魄。你也许会觉得，一个国家分裂，领导人下台，这些都是天大的事，离我们普通人很远。可帕克想说的，恰恰是这些大事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命运。一场经济的崩溃意味着多少人的存款一夜蒸发，多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多少老人的养老钱化为乌有。一场由内部引发的剧烈动荡意味着多少家庭要在不安和恐惧中度过。所以帕克反复强调，他讲这些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身处其中的人能早一点看清形势，早一点为自己和家人做好打算。预言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我们在风暴来临之前多一分准备，多一分清醒。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帕克这个人，他的预言准确率高得有点不正常。他成功预言过新冠疫情的爆发，预言过英国脱欧，预言过特朗普2次当选，甚至连伊丽莎白女王的离世，他都提前点到了。就在今年4月，他更是再一次震惊了所有人，因为早在年初的直播里，他就具体地描述过，一名美国的飞行员会在冲突区坠机并被俘虏，随后会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而且他特别强调，这会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行动，不是全面开战。结果呢，4月初，一架载着美军的战斗机真的在伊朗领空被击落，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被迅速营救，整个过程和帕克说的几乎分毫不差。那位飞行员后来被证实是藏身在伊朗一片险峻的山区里，靠着先进的欺敌技术和特种部队，才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救了出来。当一个人能把细节说到这个份上，你还能把他的话完全当成耳边风吗？不过帕克的预言里还藏着一个更诡异也更具体的画面。早在2015年，他就在自己的一本书里写过，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引发全球性的恐慌。他说这个画面和印度一种叫做纳迪叶的古老占卜高度吻合。那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叶片预言里反复出现一个神秘的地名，由于年代太久远，当时根本没有现代的国名，他推断这团致命的气体云会从某片海域底下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顺着风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的范围极广，甚至可能波及到俄罗斯。一团从海底升起，无声无息却能放倒一整个国家的毒云，这个意象是不是隐隐让你想起了什么？而且巧的是，帕克并不是一个人在说。去年12月初，他还特地连线了一位住在加州的纳迪叶解读师，2个人对未来几年的判断几乎是不谋而合。在这些古老的叶片里，似乎早就为这个时代写好了一段沉重的剧本。说完帕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阿南德。如果说帕克靠的是通灵和遥视，那阿南德走的是另一条路。他靠的是严谨的星象推演。去年的平安夜，他在莫斯科发布了一支影片，一开口就把基调定得很高。他说2026年将会是人类400年才会遇到一次的重大历史转捩点，注意，是400年一遇。他说，自从2020年那场疫情之后，整个世界其实就已经悄悄踏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冲突，各种变局，
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平民的伤亡数字也在不知不觉中飙升。而2026年就是这个新时代里变化最密集、最剧烈的一年。400年一遇，这个说法你别轻易放过。阿南德的意思是，从占星的角度看，当下这个时间点，天上的某些行星正在回到他们400年前所在的位置，形成一种极其罕见的格局。400年前是什么概念？那是明朝即将走向终结，全球进入小冰河期，东西方都经历剧烈动荡的时代。如果历史真的存在某种以400年为周期的大节律，那我们现在恰好就站在又一个节律切换的门槛上。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小波动，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可能要集体翻过一页的大转折。阿南德说，正因为如此，2026年的分量才足以和2020、2022这几个彻底改变了世界走向的年份相提并论。那他这400年一遇的转折焦点在哪里？他点了4个国家的名字，而排在最前面，被他形容伪将面临重大问题的正是中国。除了中国，还有菲律宾、北韩以及日本。针对中国，他讲得格外具体。他说要特别留意中国的西北和东北这2个地区。他提到，新疆那一带已经有10多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紧张局势了。可是从他看到的星象结构来看，2026年中国的西北或者东北存在着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的可能。他还提醒，朝鲜半岛是另一个高危区域，尤其是北韩。他说，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故，那股冲击波绝不会只停留在区域层面，而是会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神经。你把阿南德点名的这几个地方连起来看，会发现它们其实连成了一条完整的火药引线。中国的西北、东北、朝鲜半岛、菲律宾，再加上日本，这几乎就是整个东亚与西太平洋最敏感的那一圈。任何一个点出了问题，都可能像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的倒下去，最终波及到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而我们台湾恰恰就坐落在这条引线的正中央。所以当阿南德说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他谈的其实不只是中国，他谈的是整个东亚的命运，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遥远的预言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息息相关。更关键的是，阿南德还给出了3个需要高度警惕的月份：4月、7月，还有11月。你回头看看，4月是不是正好就是那架战斗机被击落，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的那个月？这第一个时间点已经悄无声息地兑现了。那么接下来的7月和11月又会发生什么？阿南德说，他在研究2026年星象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天体组合。这些组合不仅指向重大的转折，更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这个见惯了风浪的占星师都感到了一丝不安。无独有偶，还有另一位印度的占星师专门排了中国的国运星盘。他发现从2025年开始，木星就走进了一个象征战争、内部动荡和敌对势力的宫位，而且还来回逆行，形成一种反复拉锯的态势，暗示着外交摇摆、军事冒险和经济压力会在这几年里同时加剧。一个英国的灵媒看到2月，一个印度的占星师圈出4月、7月、11月，另一位占星师排出中国国运的凶险星盘，而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把整个2026年都标成了赤马红羊。这么多条完全独立的线索竟然交织在了同一张时间表上。可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完，我们得请出那位真正的重量级人物了。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这个名字几乎就是预言2个字的代名词。他成功预言过法国大革命，预言过希特勒的崛起。几百年来，他那些晦涩难懂的4行诗被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反复解读，而其中关于2026年的几句诗最近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读完让人浑身发冷。他写道，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而紧接着的下一句更是直接点出了方向，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则在寂静中失去光明。你听，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东方又是东方。从帕克的台海到阿南德的中国西北东北，
到88万家的东方大战，再到诺查丹马斯这句500年前写下的东方三火，所有的箭头都死死地定在了同一个方位上。有研究者认为，这3团火焰象征的是全球权力重心的转移，这种转移未必完全以战争的形式呈现，也可能发生在科技、经济和制度的激烈竞争之中。而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说的则是旧秩序的黯然退场。一个500年前的法国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出的，竟然和那些古老的东方预言指向了同一幅图景。有人可能会质疑，诺查丹马斯那些4行诗写得那么模糊，怎么解读都行，这能算数吗？这个质疑很有道理，但你别忘了，正是这位写得模糊的法国人，几百年来被认为提前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看到了拿破仑的兴起，看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背后的滔天恶行。一次两次也许是附会，可当他的诗在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被验证之后，他关于2026年那句东方三火的警告就由不得你不多看两眼。更何况这一次他并不孤单，他的身后站着帕克，站着阿南德，站着88万家，还站着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老祖宗。当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声音汇成同一句话的时候，再固执的怀疑者恐怕也得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了。我们再来看看那位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的盲眼女预言家88万家。她虽然已经离世多年，但她留下的那些预言每到年底都会被全世界翻出来重新解读。先别急着质疑她，我们看看她的成绩单。据她的追随者整理，她曾经预言过911恐怖袭击，说美国的兄弟会在钢铁巨鸟的攻击下倒下。她预言过戴安娜王妃的死，预言过苏联的解体，预言过车诺比核灾，甚至他在很多年前就预言过全球的权力会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中国会强势崛起。当这些一个一个应验之后，他对2026年的预言，你还敢轻易地当作无稽之谈吗？88万家说会有一场所谓的大战，而这场大战的起点，他说得很清楚，会从东方燃起。当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因为台湾因为经济问题而正面碰撞的时候，那团火就会被点着。在他的版本里，亚洲会崛起，而中国会成为这场大棋局中最核心的那枚棋子。他的预言里还有2个画面格外骇人。第一个是大地的震怒，他说会有规模惊人的地震、火山爆发，以及各种极端的气候灾害袭击地球，受影响的陆地面积可能高达 7% 到 8%。你想想，地球表面接近1/10的土地同时陷入灾变，那是怎样一幅末日般的景象？第2个画面更是匪夷所思，他预言在11月会有一艘来历不明的飞行器进入地球的大气层。注意这个月份11月又一次和阿南德圈出的高危月份对上了。而这几年天上那颗叫做阿特拉斯的星际天体也确实一直在天文学界引发争论，到底是颗普通的彗星还是别的什么，众说纷纭。再加上这10年来全球层出不穷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88万家这个关于天外来客的预言就显得格外让人不安。除了战争和天灾，88万家还有一个预言，这几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应验，那就是人工智慧的崛起。他早在许多年前就说过，AI 将会深刻地主宰人类未来的经济发展，而2026年很可能正是 AI 开始大举进驻各个关键产业的那一年。你看看现在，从写文章、画图到自动驾驶，再到各行各业的智慧化 AI， 几乎在一夜之间闯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几十年前离世的盲眼老婆婆，怎么可能想象得到人工智慧这种东西？可她偏偏就说中了。当她的这一条条预言被现实一一兑现，你就很难再用单纯的巧合去解释她口中那场从东方燃起的大战了。不过88万家虽然把话讲得这么重，他也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场所谓的大战并不会是人类的终点，在他的预言里，这个世界真正的结束要等到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换句话说，2026年再怎么天翻地覆，那也只是一道坎，是一场巨变，而不是一切的句号。
这个分寸你先记在心里，等会儿我们讲到最后会再回到这句话上。现在讲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预言，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多预言家不约而同地把那个最沉重的灾难跟这片土地绑在了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我们老祖宗另一份更加惊悚的预言里，那就是刘伯温的救劫碑文。刘伯温是什么人？他是辅佐朱元璋打下整个明朝江山的第一谋臣，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多到数不清，有人甚至说他上知500年，下知500年。传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随口拷问刘伯温，问他能不能算出未来的天下大事。刘伯温掐指一算，竟然一口气道出了明朝往后几百年，乃至改朝换代的种种玄机。这就是烧饼歌的由来。后人发现，烧饼歌里的许多隐语，竟然和后来真实发生的历史一一对得上。正因为刘伯温有着这样近乎神话的准确记录，他留下的每一份预言才会被后人如此郑重地对待。一个能算准身后几百年的人，他刻在石碑上的那些关于瘟疫、关于大劫的警告，你说我们是该一笑置之，还是该认真地听一听呢？这份救劫碑文据说是在陕西太白山的一场地震中被生生震出来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藏了几百年，直到近些年才流传于民间。碑文里有几句话，你只要读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他说，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3，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你听听这个比例，10000个穷人里留下1000，10000个富人里只留下2-3个，这是何等惨烈的淘汰。紧接着下一句更是直接点到了那2个字。他说，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9冬10月间。瘟疫，他把灾难的核心明明白白地写成了瘟疫，还精准地告诉你要看的时间点是在秋冬的9月、10月之间。讲到这里，但凡经历过这几年的人，后背恐怕都已经凉透了，因为这份碑文它不是现在才开始应验的。研究者早就指出，他精准地预言过2003年的非典，也就是萨斯，更预言过201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你想想，这2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疫情，源头恰恰都在中国。碑文里最后那句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翻龙蛇年，说的龙蛇正是2024和2025这2年，而碑文那长长的10愁更是字字惊心。1愁天下乱纷纷，2愁东西饿死人，3愁湖广遭大难，4愁各省起狼烟，5愁人民不安然，6愁9冬10月间，7愁有饭无人吃，8愁有衣无人穿，9愁尸骨无人捡，10愁难过诸鼠年，天下大乱，恶殍遍野，狼烟四起。这些字眼，你是不是觉得正一个一个的朝着我们走过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规律？这个世纪以来，2场真正震动了全世界的瘟疫，2003年的非典和2019年的那场大疫情，它们的源头竟然都指向了同一片土地。一次也许是偶然，可2次呢？刘伯温在几百年前就把瘟疫这2个字和9冬10月这个时间刻在了石头上，而现实竟然真的沿着这条线索一次又一次的兑现。这就让人不得不去想，这份反复出现的灾难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天灾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常常被看作是上天对人间某种失序的回应。当一个社会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上走偏太久，那笔账迟早是要还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预言不约而同地指向中国，因为在这些古老的东方智慧看来，一个地方的命运从来不只是天灾，更是人心的总和。瘟疫也好，动乱也好，往往是冲着某种积累已久的东西来的。与其说灾难从中国开始，不如说这片土地上长期被压抑的某些东西到了该爆发的临界点。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这份跨越了几百年的精准本身就足够让人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其实在中国的古老智慧里，有一个词叫做天人感应。古人相信人世间的所作所为
和天地之间的运行是彼此呼应、互相牵动的。当人间的秩序出了大问题，当贪婪、欺瞒和不公累积到了某个程度，那股失衡的力量最终会以天灾人祸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悬，可你换个角度想，一场瘟疫的爆发背后何尝不是环境、卫生和某种治理方式长期失序的结果？一场经济的崩塌又何尝不是无数错误决策日积月累的总清算？所谓的天意，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心和人为绕了一大圈之后自己找上门来的回声。所以当这么多预言把那根最沉重的指针指向同一片土地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说的也许从来都不是上天要惩罚谁，而是在提醒那片土地上的人，有些积压得太久的东西是时候该好好面对了。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中国、特别神秘的细节，我必须讲给你听。就在去年的秋天，在中国的辽宁和河北，据说又出现了那种传说中的赊刀人。什么是赊刀人？这是中国民间一种极其古老、极其神秘的预言者。他们走街串巷卖刀，可他们的刀只赊不卖，意思是你现在拿走刀不用给钱，他会留下一句预言，言明只有等到他的预言应验了那一天，他才回来收钱。所以赊刀从来不是他们的目的，用这种古怪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借机把那句预言留在世间，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每一次赊刀人的出现，在民间都被视为天下将有大变的征兆，而这一次，他们选择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时间点重新现身，留下的又会是怎样一句让人捉摸不透的话呢？有人说，赊刀人赊出去的从来都不是刀，而是一个时代的预兆。他们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把一句沉甸甸的警告悄悄埋进寻常巷陌，然后转身离去，只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当这些走街串巷的神秘身影在沉寂了许多年之后，又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心里大多都门清，这恐怕不会是什么太平的兆头。从西方的灵媒，到印度的占星师，到欧洲盲眼的婆婆，再到我们中国民间这些行踪诡秘的赊刀人，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这些人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用着完全不同的方法，彼此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根本不可能互相串通。可是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望向了同一个方向，这种跨越了地域、跨越了文化，甚至跨越了几百上千年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它就像不同的乐器，在各自的角落里奏出了同一个音符，而这个音符指向的正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年份。好，讲完了所有这些虚无缥缈的预言，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憋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些不都是嘴上说说吗？有没有真的应验？那我们现在就把预言放到一边，回到冷冰冰的现实，看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2026年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希望我接下来说的这些全都是假的，可惜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2026年的第1个月，元月3号的凌晨，美军突袭进入了委内瑞拉，把总统马杜罗连同他的妻子一起逮捕。紧接着2月28号，一场谁都没预料到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毫无预兆地爆发了。然后是4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那架战斗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短短几个月之内，全球陆陆续续爆发了7场新的武装冲突，波及40多个国家，连那些常年研究国际局势的专家都直呼看不懂，跟不上。你还记得帕克说的那个2月转折点吗？你还记得阿南德圈出的那个4月吗？他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变成新闻推送里的标题，而把镜头转回中国本身，那幅图景同样不轻松。就在今年1月，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2025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跌到了只剩792万，而前一年还有954万。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连续第4年下降，去年1年就少了339万人，这是自人口开始减少以来降幅最大的一年。房地产这边，曾经那台拉动整个经济的火车头，如今几乎熄了火，开发投资大幅下滑，新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全线崩跌，从高峰期到现在
销售额几乎直接腰斩，跌掉了将近一半。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人能切身感受到的含义。曾经被视为稳赚不赔的房子，如今成了许多家庭最沉重的包袱。年轻人开始不愿意再背上几十年的房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选择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消费也变得越来越谨慎，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曾经红火的商场店面，一间一间地关门。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绪，其实比任何单一的经济数据都更值得警惕。因为一个社会真正的危机，往往不是从账面上开始的，而是从人心里的那股寒气开始的。而这股寒气，恰恰和所有预言里描绘的那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严丝合缝地对上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有一群专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风险的学者发出警告，他们说，从2026年的1月开始，中国将面临7大危机同时交汇引爆的风险：资产泡沫破裂、产业链外逃、金融枯竭、人口老化、失业率高企、财政收入断崖、财富外流。这些东西，历史上一个大国同时撞上其中2、3项，就足以动摇根基。而现在，他们可能要在同一年里一起压过来。连那位最高领导人自己，在内部的会议上都不得不承认，眼下正处在一个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你听，连身在局中的人都嗅到了风暴的气味。还有一个时间点，我必须提醒你特别留意，那就是今年的11月18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的领袖峰会将会在中国的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主办这场聚集了全球目光的盛会。你想想，阿南德圈出的高危月份里，有11月88万家预言的天外飞行器，也是在11月。而现在，全世界最有分量的一群领导人，又恰好要在11月齐聚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撞上多位预言家共同圈出的敏感时刻。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看不懂的安排？没有人知道答案，但这个11月恐怕注定不会平静。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权威的经济预测也指出，2026年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充满张力，甚至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走向失控的年份。内忧与外患似乎正一步一步朝着同一个时间窗口汇聚。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其实格外微妙。2026年已经走过了一半，回头看着前半年，元月的委内瑞拉，2月的美伊冲突，4月的战机坠落，那些被预言反复圈出的时间点，竟然真的一个一个亮起了红灯。而日历往后翻，那2个被最多预言家共同点名的月份，7月和11月，此刻就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前方，还没有翻开。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处境。我们既不是在事后读一段早已写完的历史，也不是在凭空猜测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恰好站在预言与现实交汇的那条线上，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指针一格一格的朝着那2个被标红的月份走过去。会不会应验？又会以什么方式应验？没有人能打包票。可正是这种悬而未决的紧张感，本身就足以让任何一个清醒的人多留一个心眼。所以你看，当我们把预言和现实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重合已经不能简单的用巧合来解释了。一个来自灵界的警告，一张来自星空的星图，一块来自地震的石碑，一首500年前的法国4行诗，和一份来自统计局的冷冰冰的报表，竟然讲着同一个故事。这才是这支影片真正想让你看见的东西，不是要吓你，而是想让你明白，我们正站在一个多么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真的赶上了那个60年甚至400年才轮一次的大转弯。我们不是在读别人的历史，我们就活在历史正在转弯的那个瞬间。我知道演习这个词，这些年我们听得太多了，每一次危机的警报拉响，后来好像又都平安度过，于是渐渐的，我们对警告麻木了，总觉得这大概又是一次演习吧，紧张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一次，当这么多原本互不相干的预言，这么多正在发生的现实，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这一次
恐怕真的不是演习。历史给我们的提醒已经够多了，赤马红羊的周期，刘伯温的石碑，帕克的清算之年，阿南德的400年转折，他们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一个聪明的人不会等到洪水淹到脚边才想起来要往高处走。可是讲到这里，如果你只记住了恐惧，那你就完全误会了这支影片的本意，也误会了这些预言家真正想说的话。还记得帕克吗？他这个人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恰恰不是因为他讲灾难，而是因为他每次讲完灾难总会给人留下一束光。他反复强调一句话，他说人类集体意识的力量强过核弹。他说未来不是一本写死的剧本，预言随时都可以被改写。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动荡的当口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善念，那么灾难的规模是可以被减轻的。真正的觉醒不是去指责外面的世界，不是把所有的错都推给某个领导人或者某个国家，而是回过头来为自己的言行负起责任，在每天的安静和自省里重新找回内心的方向。阿南德也是一样，他虽然圈出了那么多高危的月份，可他同时也说2026年很可能是医疗和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的一年，人类会迎来好几项足以改写未来的突破。你看，黑暗和光明从来都是同时来临的。帕克甚至给出了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表，他说2026到2029确实会是一段极度黑暗的时期，但这些灾难是为了把那些旧有的、腐朽的、邪恶的结构连根拔起，而熬过这段最冷的冬天。到了2030年，人类将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建立在灵性连接之上的文明。在那个时候，科技不再是奴役人的工具，而是辅助我们向上的阶梯。他说2026年之后，人们会慢慢看到这个世界开始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变化，只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得先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我特别喜欢帕克的这个视角，他从来不认为灾难是世界的终点，相反，他把这些动荡看成是一场痛苦但必要的洗牌，就好像一片森林，偶尔需要一场大火，把那些枯朽的、遮天蔽日的老树烧掉，新的种子才有机会见到阳光，重新生长。旧的结构崩塌，往往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给新生腾出空间。如果2026年真的是这样一个剧烈的转折点，那么它撕开的也许正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序幕。痛是真的痛，可痛过之后，等着我们的未必不是一个更干净、更明亮的世界。而最有意思的是，连那位以晦涩和黑暗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在他浩如烟海的预言诗里，也藏着一首极其罕见的歌颂和平与希望的诗。诗里写道，天使般的人类子孙将统治我们，也守护着共同的和平。他为了和平而中途制止了战争，于是和平得以长久的延续。这几乎是诺查丹马斯所有预言里最温柔的一笔。他告诉我们，风暴的尽头不是永夜，而是一个重新被光照亮的清晨。这个愿景恰恰和我们推背图里所展望的那个美好未来遥遥呼应。还有88万加那句话，记得吗？他说，这不是世界的终点。刘伯温的碑文也一样，他写满了惨烈的灾难，可他的落脚点从来不是让你绝望，而是那4个字，回心转意。他一遍一遍地告诉你，行善之人得一见，只要肯回头，肯向善，这道劫是过得去的。其实那块太白山的石碑后半段写的全是劫后的曙光。他说，等大劫过去，会架桥迎来新的主人，会迎来一个上元甲子的新纪元。到那时候，人人哈哈笑，个个都平安。他甚至描绘了一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你看，老祖宗从来没有把话说死，他们把灾难写得惊心动魄，是为了让你警醒，可他们又把希望留在了最后，是为了让你知道，黑夜再长，天总会亮。这份慈悲藏在每一个古老预言的字里行间。而刘伯温那份推背图不也说了吗？难过寅卯辰4年，可只要闯过去了，等在后面的就是劫后余生的全新气象。你发现了吗？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所有这些看似在吓唬人的预言，绕了一大圈，
最后给出的解药竟然都是同一位，那就是人心向善，那就是别在恐惧里迷失自己。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当这么多声音同时响起，当这么多手指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不必恐慌，但要清醒，看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看清楚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化，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从那些你无力改变的宏大叙事上收回到你自己身上，照顾好你的家人，存好你的粮，守住你的善良，做一个在风浪里依然站得稳的人。历史的车轮从来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拦下的，但你完全可以决定自己要以怎样的姿态去穿过这场风暴。一个内心安定的人本身就是乱世里的一盏灯。如果真要我给一点实际的建议，我想说3句话。第一，手里留一点余粮和现金，无论时代怎么变，家里有存粮，心里才不慌。第二，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是穿越任何乱世最硬的底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守住你的善良，多帮一个人，多做一件好事。所有的古老预言绕了千百年，最后指向的都是同一句话：唯有行善，方能保全。这不是迷信，这是无数先人用血泪换来的最朴素的生存智慧。风浪会来，也终会过去，而那个在风浪中始终没有丢掉善良和清醒的人，才是真正能笑到最后的人。我常常在想，这些预言之所以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记住，传下来，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准，而是因为他们在提醒我们一件最容易被遗忘的事，那就是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总以为今天的繁华会一直延续下去，总以为脚下的地面永远坚实，可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才是这个世界运转的真正规律。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在顺境里得意忘形，也不会在逆境里彻底崩溃。你会开始珍惜眼前人，会开始把日子过得更踏实，会把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重新放回它该在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听起来吓人的预言反而成了一种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清醒的、有爱地活在当下的每一天。2026年农历除夕深夜，台湾金山法鼓山的撞钟祈福现场出现了一幕令在场人员和网友惊讶不已的灵异瞬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与法鼓山1年1度的除夕撞钟108响仪式时，手握着巨大法华中的一条红色绳索，准备随钟声共振祈福。哪知就在钟声回荡之际，郑丽文手中的红绳竟突然诡异的剧烈抖动起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郑丽文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震动吓了一跳，身旁一起参与祈福的贵宾也露出惊愕神情。短短数秒的画面，在现场投射屏幕和稍后的影片中被清楚捕捉，迅速引发网络疯传和热议。有人惊呼：好兄弟在搞事吗？真的闹鬼了吗？台湾习俗中以好兄弟指代鬼魂，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妖孽现身。更有网友形容郑丽文当时差点被吓得腿软，直呼这一幕是赤马红羊年开局不祥的兆头。毕竟此时正值午夜钟响，新旧年交替的敏感时刻。传说中的赤马红羊节60年一遇，今年又恰逢碰上，难免让人联想翩翩，背脊发凉。这条深红色的祈福长绳为何偏偏在他手中不自然狂抖？到底是物理现象巧合，还是冥冥中真有神秘力量的干预？种种疑问随着影片疯传，全台网友议论纷纷，让2026年的开年瞬间被蒙上了一层灵异传奇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段离奇画面，各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郑丽文本人及国民党方面将此形容为神明感召。他事后透过党部表示，撞钟当下自己内心诚恳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强烈感受到神明的感召，心头震动，感受强烈，认为红绳剧烈晃动正是神明对他虔诚祈祷的回应。简而言之，就是佛祖或诸佛菩萨显灵打招呼，传达能量给他，属于吉兆而非凶兆。其二，
不少理性网友从科学角度提出了更平实的解释。法鼓山的法华钟巨大厚重，撞钟时产生强大的声波和震动，若红绳与钟体或底座结构有所连结，共振效应可能使绳子看起来自行抖动。再加上当晚气温低，细雨霏霏，郑丽文长时间站立维持姿势，手臂肌肉疲劳或寒冷颤抖，也可能导致绳子随之晃动。第三种观点则来自宗教学者与佛教界人士，他们抱持存疑甚至揶揄的态度，因为法鼓山属于严谨的佛教禅宗道场，强调自我关照与内心觉悟，并非民间信仰那样追求鬼神附体或灵异感应。成大哲学系李教授等人就指出，法鼓山又不是神坛，也没设鸡童，哪来神明上身？将身体抖动解读为神明附体，在佛教传统上相当罕见，更像是政治人物的创意发挥或套用民间习俗的说法，用来替现场意外找到吉祥寓意。显然郑丽文的感召说在宗教界看来有些牵强。但话说回来，台湾政坛也非首次出现撞钟意外。被妙解的趣闻，2008年时，时任总统马英九在法鼓山撞钟时，就不慎将手中红绳用力一拉给扯断了，现场一片哗然。马英九本人则幽默圆场笑称，我这一下是把台湾的厄运拉掉了，将尴尬瞬间巧妙转化为祝福寓意，引得众人叫好。如今郑丽文的红绳灵动被解读为他祈愿真挚而感动了神明，与当年马前总统的说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在大庭广众前将可能的不祥征兆巧妙的逢凶化吉。总之，红绳离奇抖动之事是真是假因人而异，你可以相信是法喜充满，锐气照祥，也可以坚持理性，认为不过是物理共振或人体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起灵异瞬间为2026年开年增添了一丝神秘氛围。人们不禁要问，今年究竟会是福是祸？这诡异开局是否预示着什么？其实让民间如此敏感多疑，正是因为2026年非比寻常。传统命理中，农历丙午马年与丁未羊年，即阳历2026年和2027年，被视作一组特殊的年份组合，俗称赤马红羊节。所谓赤马红羊，简单来说就是红马年加红羊年的意思。丙和丁两个天干都属火，在五行中以红色象征火，因此丙午年称为赤马红马，丁未年称为红羊，而节字则代表劫难灾厄。古人发现，每当马年羊年连着且两年都是五行属火时，往往社会局势或自然环境会出现较明显的震荡变化，所以以赤马红羊节这个听来惊悚的词汇来提醒世人。要注意的是，赤马红羊节并不是什么正统科学概念，也不是经典预言里注定的大灾年，而更像是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说法与戒慎提醒。因为以60年为一轮回的干支纪年法中，天干地支组合每60年复现一次，所以赤马红羊每60年才会连庄2年。上一次出现这种组合，要追溯到上一甲子的1966年丙午马年和1967年丁未羊年，再上一轮则是1906年、1907年。历史资料显示，恰好在那几个周期中，人类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动乱与转折，于是赤马红羊年不太平的说法更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一传十，十传百，直至今日，仍让许多人提起这4个字就心惊胆战。60年前的1966到1967年，正值20世纪动荡的60年代，其间发生的巨变犹令华人世界记忆犹新。当时中国大陆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横扫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正式开启10年浩劫。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极端政治运动引发全民动乱，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破坏，整整10年内斗使无数家庭破碎，人命丧失，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最疯狂混乱的时期之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灾难刚好起幕于丙午马年，难免令人不寒而栗地将其和赤马节联想在一起。60年一甲子轮回后的今天是2026年，民间不禁忧心忡忡，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大劫来临呢？
除了中国，放眼全球，1966到1967年前后，其实也是多事之秋。美苏冷战正处高峰，越南战争持续蔓延。1967年中东爆发六日战争，战火乍起又戛然而止，却埋下漫长仇恨的种子。同年非洲的尼日利亚内战、比亚法拉战争开打，生灵涂炭。欧美各国也纷纷陷入社会运动浪潮，种族矛盾、学运风潮此起彼伏。法国1967年甚至发生了10月风暴，一天内连续飓风造成重大伤亡。种种事件汇聚，使得上个赤马红羊双年在人类集体记忆中蒙上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的阴影。再往前推120年前的1906到1907年，适逢清朝末年，也是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史料记载，1906年华南地区曾遭强烈台风侵袭，死伤惨重。朝廷内部则风雨飘摇，科举废除，新政变法引起种种震荡。而更戏剧性的是，清帝国的统治核心在接连2年中相继陨落。垂帘听政数十载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底前后去世，朝野震动。虽然严格说在丁未羊年过后数月，但早已风雨飘摇的政局可谓在马羊年连催之下走向末路。随后不久，武昌城头的枪声打响，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可见，在那2个红马红羊相继的年份，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处于多事高危期。这些历史经验汇集起来，更加深了逢此组合必有大劫的民间印象。然而，冷静想来，劫难并非宿命，历史更多是巧合与人为交织。正如史学者所说，并不是每一组丙午、丁未年都铁定天下大乱。例如上一甲子前的1846年丙午和1847年丁未，清朝道光年间虽也有洪灾蝗祸，鸦片战争余波未平，但未见像后世那样的大灾变。1848年之后，社会还逐渐走向太平期。所以赤马红羊节更多是古人基于经验做出的一种趋势提醒。因为火旺之年常常节奏加快，情势多变，压力剧增，容易出现动荡。于是提前提点大家要稳住心态，戒慎恐惧，以免措手不及。抱持这种心态来看，我们就不会过度恐慌于那个节字，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指南。碰上火气特盛、变化特快的年份，更要冷静谨慎，以不变应万变，反倒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面提到的郑丽文红绳事件，从这角度看，或许正是一个隐喻面对难以解释的意象。有人京剧迷信，草木皆兵，但也有人转念间将其视为警示与契机。如果我们能善用古人留下的智慧，或许就能在火光冲天的年份里找回一丝清凉与平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步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度过这场60年一遇的大考验？随着新年钟声敲过，我们正式踏入了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红羊连年。今年的丙午马年以及紧接而来的丁未羊年被视为60年一遇的大劫年，加上近年天灾人祸频繁，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不仅台湾民众草木皆兵，整个世界都隐隐透着不安气息。那么究竟2026年会发生哪些变局或灾难呢？有没有一些前兆或预测可以让我们提早防范？巧的是，命理师、预言家们早已纷纷放出警讯，提醒今年有几项不得不防的灾厄。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些说法，姑妄听之，全作参考。首先，台湾有位知名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过去因多次准确预测政坛大事，据称他曾神准算中蔡英文2次当选总统。近期在节目中就大声示警，2026年恐怕会出现5大灾难。这听来相当骇人，但仔细分析，他所指的5大灾难，其实就是归纳最近几年全球反复出现的5种类型。1是火灾，2是爆炸，3是战争，4是地震，5是传染性疾病。乍看之下，几乎囊括了天灾人祸的所有可能面向。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命理师点出的几项真是每样都不缺。火灾与爆炸方面，2025年台湾经历了数起震动社会的重大意外。年初2月，
台中市繁华的中港路商圈突传憾事，知名百货星光三月大楼发生严重瓦斯气爆事故，巨响火光中夺走了5条人命，另有30余人受伤，是台湾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百货公众安全事件之一。事后调查发现，疑因美食街管线漏气遇明火引燃，酿成这场无情巨灾。这起意外不仅带来人员伤亡，也让整栋商场歇业多时，阴影挥之不去。没想到年底12月，台北市再次惊传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爆炸事件，犯人在台北车站及捷运中山站一带持刀疯狂砍杀路人，并投掷自制爆裂物制造混乱。整起案件造成4死10余伤的重大伤亡，全台民众人心惶惶。这2起事件一南一北，一为爆炸意外，一为纵火杀人，俨然应验了火灾爆炸的恶兆。杨登科指出，乙巳蛇年2025年木生火，火气太旺，所以才1年之内出了这么多火烧火烫的悲剧。而接下来的丙午马年更是火上加火，天干地支双火，阳火更烈，如同2堆旺火熊熊燃烧。因此他预言，在这火叠火的年份里，要特别提防类似的灾厄重演。大型火灾、工厂或油气设施的爆炸事故发生几率恐怕居高不下。对此，有消防专家也提醒，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高温天气增多，森林野火、电气走火等灾害的季节性风险正在提高。一旦进入夏季干旱炎热期，不止台湾，像澳洲、美国、加州等地，过去几年都经历惊心动魄的超大野火肆虐，数以万计的房屋焚毁，人员流离失所。今年各地政府更不敢掉以轻心，纷纷加强防范山林火源。同时，公安专家也呼吁加速检视老旧燃气管线、化工石化设备，防止未爆弹因疏忽而引爆。可以说，火灾、爆炸这第一、第二灾，既是对大环境气候挑战的预警，也是对我们人为疏失的警钟。经过去年的教训，2026年能否减少类似悲剧重演，就看我们能不能汲取经验，把火种消灭在萌芽之时了。第3大可能的灾难是让全球都绷紧神经的战争。其实此刻我们早已身处战云密布的时代，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仍在交着拉锯，欧洲大陆阴霾笼罩，中东地区2025年也历经了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战火洗礼，更不用说国际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乱与恐怖攻击。从非洲之角到南亚次大陆，和平始终弥足珍贵。在杨登科看来，去年乙巳年火太旺，已引燃多处战火，而今年丙午年火势更盛，世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他直言2026年将发生和去年类似的战争事件，预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可能延续甚至扩大。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有2大火药库，尤其令人担忧，一是台海两岸，一是朝鲜半岛。前者，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与文攻武下早成常态，解放军军机军舰频频扰台，外界担心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爆危机。后者，北韩持续试射导弹，核试蠢蠢欲动，令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就以台海而言，2026年对台湾很关键，适逢台湾9合1地方选举年，朝野政治角力剧烈，同时国际上美中博弈加深，两岸关系紧绷。若某方选择在此时挑衅试探，擦枪走火的概率势必上升。不仅命理师这么看，一些国际预言家更是发出了惊人警告。来自英国的知名未来预测者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在去年底断言，2026年恐成为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真相将在今年浮出水面，各种积怨将迎来摊牌。在他的预示中，2月恰好是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转折点，之后亚太局势可能发生重大冲突，台海之间可能因飞机或潜艇碰撞事件引发战端，日本也将被卷入。他甚至细致描绘了可能的后果，若中国执意挑起战事，最终反而会遭受重创，经济崩溃，最高领导人下台，中国政权出现大裂变，在战后分裂成多个实体，朝着民主联邦的方向重组。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虽无从证实，但听来确实令人心惊。如果真发生台海战争，那将不只是区域问题，
而可能演化为世界级的冲突。帕克还预言，接下来几年战火将燃遍多处，社会动荡前所未见，甚至会出现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战这种新形态威胁。他提醒世人尽早备份重要资料，做好网络瘫痪的防范。尽管这些预言充满戏剧性与争议，但我们不妨视为对和平的另一种呼吁。正因为战争如此可怕，我们才更应该严防擦枪走火，珍惜当下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近年国际上也有一句玩笑，世界末日中离午夜只剩不到90秒，这比喻人类毁灭的核战风险极高。今年能否避过战火一劫，就看大国领袖们能否保持理性，不让人类重蹈上世纪中叶世界大战的覆辙了。除了人祸，天灾也是5大灾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杨登科特别点明了地震和传染病2项。台湾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就有地震王国之称，每年有感地震上百次，小震频仍，大震偶发，人民早习以为常。然而今年适逢火年，地火行金，5行相克，是否会在地壳运动上有所体现，令人心里打鼓。更何况台湾本岛及离岛周边近年已有火山活动征兆，例如大屯火山群、龟山岛海底火山等监测到能量累积。有地质学者推测，未来几年台湾发生中大型地震甚至火山喷发的几率在升高。邻近的日本群岛情况类似，去年东京附近才刚经历强震，而历史上每隔数十年日本就可能出现一次毁灭性大地震，如1995年阪神、1999年土耳其、2011年东北大地震等。一旦火旺引动了地动，后果将非常严重。诚然，科学界并无证据表明火年一定多震，但至少命理提醒我们对自然仍要心怀敬畏。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今年更应加强地震防灾演练，做好建筑结构补强，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以防天摇地动时临危不乱，把损失降到最低。至于传染性疾病，可谓最近几年人类挥之不去的阴霾。杨登科把瘟疫也列入今年5大灾，警告大家仍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经历3年多肆虐后，全球总算在去年迈向解封常态，但病毒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变异。我国专家先前就预测过，今年可能出现新一波具有更强免疫逃脱能力的新冠变异株。事实上，2025年底国际上就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使一些国家住院人数回升，再度敲响警钟。因此2026年仍需提防新冠卷土重来。同时，除了新冠，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也不能忽略，像非洲猪瘟病毒这几年在亚洲散播，对养猪产业威胁巨大。肠病毒每隔数年就在儿童间流行一次，重症病例让家长谈虎色变。还有季节性的流感、禽流感也时刻可能突变，造成人际传播。病毒的世界就像暗处的火苗，一有可乘之机就会燎原成灾。我们能做的，除了强化监测预警，就是保持公共卫生习惯，加速医疗研发，争取在疫情初起时就将其扑灭。今年春季，专家们已呼吁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并密切关注各地不明原因疾病的讯号，以便及早发现新兴传染病苗头。在经历过新冠浩劫的人类社会，相信对这一点都有共识，绝不能再让瘟疫不设防的偷袭成功了。综观上述，所谓5大灾，火灾、爆炸、战争、地震、疫病，其实每一项都是眼下进行式的风险，并非无中生有的新奇预言。换句话说，赤马红羊年给世人的真正挑战，不是什么天降神罚，而是看我们能否正视既有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抱怨，这5样灾难几乎把人类所有噩梦兜了一圈，听起来未免危言耸听，妖气冲天。但别忘了，提醒我们的杨老师最后也加了一句，民俗传说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意思是把危机意识放在心上即可，无需真的把今年当世界末日。毕竟未来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我们真要做的，不是恐惧的等待灾厄降临，而是积极行动，预防坏事发生，同时心态上保持稳健从容，不让焦虑支配生活。火旺之年，更需冷静之心。有经验的人这样建议，
正如古人所说，以水克火，对应到现代生活，就是提醒大家在火气特别旺的年份里，多给自己心中浇点水。比方说，遇到纷争时先缓一缓，别让怒火瞬间烧掉理智。投资理财保持谨慎，莫被一时的贪念冲昏头。火年容易有投机热潮甚至泡沫，需防范物极必反。生活作息规律健康，避免熬夜劳累上火伤身。面对危机时冷静应对，拿出慢一拍看三步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道理平时听着普通，但在今年格外值得牢记。火红年代不一定是诅咒，也可能意味着转机与创新。正如有风险就有机遇，火象征着能量和光明，只要我们善加驾驭，就能化焚烧为光照，乘混乱而重生。谈到转机，不妨再回头看看预言家帕克的说法。虽然他预见了战争和灾祸，但他也强调大灾过后就是大福。在他眼中，2026年是一个清算旧弊、真相揭露的年份，阵痛过后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契机。例如，他预言中国在经历动荡后将走向开放民主，那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或许是长远的福音。再看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们，他们据传透过千年棕榈叶看未来，也做出类似结论。未来5年，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但总体而言，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这些预言无法证实其真伪，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乐观信息：人类或许正在穿越一个动荡的隧道，但隧道那头隐约可见光亮。就算真有赤马红羊节，说不定也是先苦后甘，否极泰来。反观我们台湾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多少次大灾大难中，凭借团结和毅力闯过难关，甚至转危为安。921大地震举世震惊，但也促成建筑法规改革，全民防灾意识提升。金融海啸遍及全球，台湾亦受冲击，却也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不丧失信心和智慧，结束并非不可化解。2026年注定是紧张刺激的一年。我们开篇从一条神秘抖动的红绳讲起，或许有人仍耿耿于怀，那究竟是巧合还是灵异？是凶兆还是吉兆？其实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郑丽文选择相信那是神明的善意，寄托了平安的祝福。科学家则视之为无害的物理现象，一笑置之。无论你倾向哪一种，都请记得，比鬼神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新的一年里，也许挑战接踵而来，烈火考验意志，狂风巨浪动摇信念，但我们完全可以像智者所说，以己为心，心静火传；以法为舟，以己为舟。把自己当作燃料，燃烧奉献，照亮未来；以真理为船，以自身为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当每个人都尽好本分，守住良知，再大的火劫也烧不回我们的家园。回望法鼓山当夜的108声洪亮梵钟，其实寓意着消解108种烦恼，将过往不顺遂随钟声一一送走。马英九断绳笑言，拉掉厄运的梗虽是即兴，但又何尝不是人们内心美好的愿景？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们不妨也大声宣告，让那些战争、瘟疫、灾难统统远离吧。就让赤马红羊年的烈火焚尽上一个甲子的阴霾，而为未来重新锻造出一道灿烂的黎明。愿我们都能平安度过这个惊心动魄而充满挑战的年度，在劫波中看到新的生机。世事无常，但人心向善、自强不息的信念永远是化解任何灾劫的最大法宝。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起迎接属于我们的享乐丰足与光明未来。一个曾经把那场让全人类戴上口罩的瘟疫说中，把缅甸那场撼动曼谷的大地震说中，甚至连加密货币的暴涨暴跌都说中的人，当他开始不敢把话讲完的时候，我们到底该不该认真地听进去？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他说2026年是一匹冲进火里狂奔的火马，当他说这颗星球将被一股看不见的热浪烤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地球另外一端，那些穿着白袍盯着海温数据的科学家们竟然也在发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警告，只不过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火马，而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圣婴，一个被预测为140年来最强的圣婴。2条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线，一条来自神坛与梦境，一条来自卫星与超级电脑，竟然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慢慢的重叠到了一起。而他们共同指着的那个问题冰冷而沉重，那就是过了今年的7月以后，这个世界还会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吗？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私下传，5年之内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个世界可能就不复存在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把这2条线一条一条摊开来，慢慢的看个清楚。那我们就先从普莱这条线开始看起，他到底是怎么看待2026年的呢？他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形容，火马年。他说2026年的气场属于一种极其强盛的火，火这个元素一旦过了头，带来的就是火灾、爆炸，还有人与人之间激烈的冲突。他形容这一年就像一匹正在烈火中向前狂奔的马，全年都会非常难熬，会受伤，会吃很多苦，但他也留了一线生机。他说，这匹火马虽然浑身是伤，最后还是有机会从火里冲出来，浴火重生，还不至于走到全面毁灭的地步。换句话说，在他的感应里，2026年本身还不是最坏的那一年，它更像是一道门，一道通往后面那几年的门。真正极端的考验藏在这道门的后面。他甚至特别强调，比起2025年，2026年的动荡只会更猛，火灾、水灾、地震、战争，这几样东西会一起登场，像是约好了似的，轮番上阵。说到火马年，这个说法其实不只是泰国神婆随口一讲，它在我们东方的传统里本来就背着一段不太吉利的名声。在60年一轮的干支纪年里，2026年正好轮到丙午，丙属火，午属马，火上加马，民间便称它为火马年。最有名的例子发生在邻国日本，当地自古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在火马年出生的人性子格外刚烈，命格也格外强硬。这种带着偏见的老观念，到了上一个火马年，也就是1966年，竟然真的砸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一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许多家庭刻意避开在这一年生孩子，一个流传了千百年的迷信，硬生生在现代社会的人口数字上凿出了一个看得见的坑。我讲这一段不是要大家去信这套，而是想说，当普莱把2026年和火马绑在一起时，他其实是踩在一个东方人共同的深层的文化记忆上。难怪这个说法一出口，立刻就能在整个亚洲掀起这么大的涟漪。接下来就是让无数网友熬夜解码的那一段预言了。普莱在好几个节目里都严肃地提到，2026年将会发生一场震撼全球的飞机事故。他说，关于飞机的事情，他看到的画面都非常吓人。他没有点名具体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哪一条航线，只是反复呼吁相关的航空公司一定要把飞机的维护与检查做到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被问到2026年会不会出现伤亡惨重的灾难时，他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无奈地补上那句话，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在哪里，他只是强烈地感受到那个警讯，他真心希望这一切不要成真。这就是他不敢再往下讲的那一部分，因为他看到的画面太具体，也太沉重，沉重到他宁可相信那只是一场噩梦。而真正让这段预言发酵的是时间点。普莱明确地画出了一张危险时刻表。他说，2026年运势最差，最容易出意外，最容易发生天灾的时段就集中在5月、6月还有7月这3个月。他把这3个月形容成全年麻烦之最，不管是航空安全还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类自然灾害，发生的几率在这段时间都会大幅升高。他建议，如果不是非去不可，这3个月最好避开某些高风险的地区。相对的，他认为一整年里3月与12月反而是比较平稳的月份，真要出远门，安排在年底会稳当一些。各位想想看，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这个年中往前看，正好就踩在他所说的那段最凶险的时间带上。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影片的标题会问，过了7月到底会发生什么？因为按照他的剧本，7月是这一波凶险的一个高点，跨过了这个夏天，故事才会翻开更不一样的篇章。
至于那几个被他点名的高风险地区，普莱一开始只给了3个神秘的字母 HJT， 后来在新的访谈里，他又把警戒范围扩大成4个 JPTI。 他始终没有把国家的全名说出口，只留下这几个字母，让全网的人化身侦探，疯狂猜测。有人说 J 是日本，有人猜是印尼的雅加达， P 有人猜是菲律宾。在台湾这边听起来格外刺耳，有人解读成台湾，也有人说是泰国本土，甚至是身为欧亚航空枢纽的土耳其。而那个 I 在如今中东局势一片混乱的背景下，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印度或是印尼。网友们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有人甚至翻出机场代码来推敲，把整件事变成了一场全民解谜游戏。让很多人后背发凉的是，就在他示警之后没多久，中东好几个机场真的因为局势动荡而被迫关闭，连杜拜、阿布达比这样繁忙的航空枢纽都传出被无人机残骸波及的消息，航班大量改道，整个区域的领空陷入紧张，旅客滞留，行程大乱。于是大批网友回过头去翻他的旧影片，直呼他所说的航空危机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应验。普莱自己对日本周边也提过警告，他多次说日本附近的海域有海底火山活动，要提防地震引发的连锁灾害。虽然他也承认日本的防灾做得很到位，伤亡未必惨重，但风险始终摆在那里。他对泰国本土的担忧则更直接，他预言2026年泰国的雨量会异常的多，本土可能面临一边淹水一边起火的水火夹击。各位有没有发现水与火这2个字在他的预言里总是反复的出现，纠缠在一起。讲到这里，我必须很诚实的停下来，提醒大家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务必听清楚，字母不等于板上钉钉的答案，机场关闭也不等于他预言的那场空难真的发生了。预言这种东西本来就带着大量的模糊与想象空间，同样一个字母可以套到10几个国家头上，事后再怎么解读都能找到对得上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今天聊的是他说了什么，以及这些话和现实之间那种令人不安的呼应，而不是要断定哪个国家一定会出事，更不是要劝大家别出门。把最终的判断权留给正在看影片的你自己，听他说，但别被他吓住，这才是面对预言该有的态度。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我有责任先跟大家把它说清楚，那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一个常常说中的预言家。人的大脑其实有一个天生的毛病，我们会牢牢记住那些被说中的部分，却很容易忘掉那些落了空的部分。一个预言家只要抛出够多够广的预言，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对上现实，而我们的记忆会自动把那几条无限放大，把其余那些没应验的悄悄地抹去。于是神准的光环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堆砌了出来。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普莱，他过去那几次命中确实准得让人发毛，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在惊叹与相信之间，请永远给冷静的理性留一个座位。真正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从来不是因为某个人说中过几次，而是当他的提醒恰好和实打实的科学数据硬碰硬的撞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来自2个世界的双重巧合才最值得我们竖起耳朵。这也正是今天这个故事和一般那些茶余饭后的玄学闲谈最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飞机与地震还只是这一年表面上的浪花，那么普莱接下来提到的东西才是他口中真正可怕的深水。他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愣住的话：2026年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战争，而是疾病。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来形容它，新东西。他说即将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过去没见过的病。他甚至直接点出2个关键词，一个对应的是肺结核这一类折磨肺部的老病，另一个对应的是让整个中世纪欧洲闻风丧胆的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他警告，未来真正威胁人类的可能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毒，而是一种把多种古老病症混合在一起的致命疫情。一旦爆发，后果将会造成大量的死亡。把肺结核和黑死病这2个名字摆在一起，光是听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更让人不寒而栗的
是他对这种病来历的描述。他强调，这种混合型的疾病并不是单纯从大自然里冒出来的，它的源头指向的是实验室。他说，这场威胁与其说是一场全面的攻击，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实验，可能不完全是刻意释放，或许带着实验失误、意外泄露的成分在里面。被问到病是不是源自泰国时，他很肯定地摇头。他说，这是从外面放进来的，是外国人搭着飞机把它带进泰国，再慢慢扩散开来的。而且那个带源的人自己可能都还不知道。他甚至隐约指出，这个源头的方向与俄罗斯那一带的区域有关。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一个非常具体又非常吓人的画面就浮现了出来。病毒顺着国际航班跨越国界，悄无声息地落地生根。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它早已散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描述的症状更是处处透着一股寒意。他说，这种病最阴险的地方就在于初期的伪装。一开始，患者会以为自己只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发烧、咳嗽、浑身无力，谁都不会放在心上。可它真正的特征是久治不愈，病情会反反复复，拖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很多人会出现严重的腹泻，消化系统彻底紊乱。他甚至描绘过一个画面，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里，你坐上一架飞机，会发现机舱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咳嗽，那种咳嗽声此起彼落，连成一片，成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日常。而他对泰国当局的判断更悲观，他预感到，当大量病例出现的时候，相关单位反而会选择按兵不动，任由疫情变成一种无声的蔓延。等到察觉严重性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也正因如此，他苦口婆心地建议，未来这几年，大家在公共场所最好还是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好好保护自己的肺与呼吸道，同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波疫情很可能会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资源的争夺。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神婆的危言耸听，现实里哪有那么巧的事？可是我必须说，当我把他的描述拿去对照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又一次被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给攫住了。就在不久之前，印度一带其实正为一种叫做尼帕病毒的东西绷紧神经，周边国家纷纷加强边境的防疫。尼帕病毒这种病致死率高得惊人，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它从动物身上跳到人身上的方式，和普莱描述的那种透过接触、透过迁徙悄悄传开的模式，竟有着微妙的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专家其实早就在严肃地讨论一个概念，他们把那个尚未出现却迟早会来的未知传染病命名为 X 疾病。注意这个名字 X 疾病，这不是哪个神婆发明的词，而是顶尖科学家用来提醒全人类提早准备的正式说法。一边是泰国神婆口中那个会引发大量死亡的新东西，一边是科学界煞有介事讨论的 X 疾病。当这两个词在你脑海里并排出现时，你还觉得这只是巧合吗？把疾病讲完，普莱才把话题带到大家最关心的那个词——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块，他的判断其实相当细腻。他把战争分成了二种，一种是看得见的、真实的战争，飞弹、军队、硝烟；另一种，他称之为潜伏的战争。而他口中那场由实验室流出的混合瘟疫，正是这种潜伏战争的一部分。他说，这种潜伏的战争短期内未必会出现封城封国那种惊天动地的画面，它更像是让整个社会慢慢被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所拖垮，越来越多治不好的肺炎，越来越多异常严重的腹泻。换句话说，在他的世界观里，仗其实已经在打了，只是这种仗没有宣战，没有前线，敌人藏在一管试剂、一张机票、一个无症状的旅客身上，悄悄地把一个国家的健康与信任一点一点蚕食掉。我们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自己可能早已身在其中。普莱这套潜伏战争的说法，乍听之下很像某种阴谋论，可他之所以能让这么多人脊背发凉，是因为他狠狠戳中了那场大瘟疫之后全人类心里那道还没愈合的伤口。经历过那几年，太多人对于病毒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依旧抱着挥之不去的疑问与不安。当一个人说下一场灾难或许不是天灾，
而是某个实验室里跑出来的东西，是某些国家在暗中较劲时不慎掉落的筹码。这种说法很容易就点燃了我们心底那股对未知最原始的恐惧。我必须非常郑重地强调，这些都只是他个人的感应与推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我们也绝不该因此去无端指责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那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但是，那股弥漫在全球的不信任感本身却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份彼此提防的不信任，有时候比病毒本身更能从内部撕裂一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普莱与其说是在预言一场生化战争，不如说他是在替这个焦躁不安的时代，把那份藏在每个人心底却说不出口的集体焦虑给讲了出来。那么，那场真刀真枪的世界大战呢？他给出的答案既让人松一口气，又让人更加不安。他说，这场大战之所以还没爆发，很大程度上要看一个大国的内部情况。他提到，当这个国家内部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与抗议时，反而会把它向外发动战争的脚步往后拖。他甚至说，对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内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暂时遏制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信。但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满是遗憾。他说，战争终究是躲不过去的，就算这个大国的内乱再严重，最多也只能把战争往后拖个3到5年。时间一到，那根弦还是会崩断，而身为中立国的泰国，到时候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会被牵连进去。听到这段，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把人逼到绝望，他留了一个喘息的窗口，但这个窗口也只有短短的3到5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到这里，那个让人心惊的时间框架已经一步一步浮现出来了。3到5年。普莱反复强调，2026年绝对不是终点，它只是一段序幕，一个过渡。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2027年、2028年，甚至一路看到了2030年。他说，真正极端的火之年其实是在2027年，到时候水灾与火灾会同时暴增，水与火这2种看似相克的灾难会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一起压向人类。他还特别提到，2027年的地震会变得更频繁，而其中一部分原因竟然与某些国家在海上、海底进行的武器试验和军事演习有关。他警告，如果这些试验刚好发生在地质脆弱的断层带上，很可能会像推倒骨牌一样，触发一连串的连锁地震，进而带来更严重的水患。他口中那幅2026年到2030年的图景，是一条越走越黑的下坡路。灾难与战争不会在某一年戛然而止，而是会一年比一年更密集、更猛烈。这就是标题里那句5年之内现在的世界可能不存在了的由来。所谓不存在，我想我们得把它讲清楚，它未必是指地球毁灭那种科幻电影式的结局，那未免太极端。它更像是说，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套秩序，这种安稳，这种以为明天会和今天差不多的安全感，会在这5年里被一点一点的侵蚀，被打散，然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我们可能完全认不出来的样子。物价、粮食、疫病、战火、气候，这几样东西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一起翻腾，那么5年后的世界，哪怕地表的山河依旧，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恐怕都已经和今天截然不同。听到这里，你或许会长舒一口气，觉得这终究只是一个泰国神婆的梦，再准的预言家也有说错的时候，何必当真？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它确实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玄学话题。可真正让我觉得细思极恐的地方，恰恰在后面。因为当我把镜头从泰国的摄影棚转向全世界最顶尖的气象机构时，我发现那些最冷静、最不信鬼神只认数据的科学家，竟然在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描述着一个和火马年惊人相似的2026年。普莱说这是一个被火主宰的年份，而科学家说，一个140年来最强的圣婴正在太平洋深处苏醒。一个用的是直觉与梦境，一个用的是物理与数学，可他们指着的方向竟然出奇的一致。我们先把圣婴这件事说清楚。圣婴现象，西方叫它厄尔尼诺，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气候循环，早在人类大量燃烧石化燃料之前就存在了。
在正常的年份里，赤道太平洋上那股强劲的信风会稳稳地把温暖的海水往西边推，让南美洲沿岸的冷水自然上涌。可每隔3到7年，这股风会莫名其妙地减弱，甚至反过来，于是大量积蓄的热量就会沿着赤道往东边铺开，让太平洋那一大片海面整个热起来。别小看这0点几度的升温，海洋是地球气候的方向盘，太平洋的温度一变，全球的大气环流就会跟着被牵动，它会像拨动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一样，彻底改变全球的降雨与干旱格局。本来多雨的地方变得干旱起火，本来干燥的地方却被暴雨淹没。科学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圣婴一来，整个地球的天气剧本都会被重新洗牌，没有一个角落能够置身事外。具体到我们所在的东亚与东南亚，圣婴的脾气往往特别不留情面。在典型的圣婴年，原本该把丰沛水汽送上岸的季风会被削弱，于是中国南方、东南亚还有印度这一大片地区常常会陷入异常的干旱，雨迟迟不下，水库一天比一天浅见底，冬天则容易偏暖，该冷的时候不冷，整个季节的节奏被打乱。而且圣婴还藏着一个让人头疼的时间差，它对全球气温的冲击往往不是当年最猛，而是会延后到隔年才彻底爆发出来。这也恰好对应上科学家的判断，2026年下半年圣婴成型，真正最热的记录却很可能落在2027年。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差，因为它意味着就算2026年的夏天还勉强撑得过去，后面那一年恐怕才是真正的硬仗。普莱把最猛的火之年压在2027年，科学家把破纪录的高温也压在2027年，这二之间又一次射向了同一个靶心。那2026年的情况到底有多特殊呢？首先，过去这1-2年一直帮地球降温的反圣婴现象，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拉尼娜，已经在2026年的5月前后正式结束。紧接着，海洋的数据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最新的海洋分析显示，热带太平洋的次表层海水正在明显变暖，这是强烈圣婴即将登场的典型前兆。美国的气候预报中心已经发出圣婴预警，估计这个现象最快可能在2026年的8月就会正式形成，出现的几率高达80%左右。世界气象组织也跟进确认，在2026年年中到年底这段时间，圣婴出现并一路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悬念。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巧的事？当普莱在讲火马年最凶的5月到7月时，现实中的太平洋正好就在这段时间里悄悄完成了从降温到升温的逆转。一个说夏天最热最乱，一个说夏天海温翻转，时间点再一次对上了。但让事情真正升级到细思极恐的是强度。普通的圣婴已经够折腾人了，而科学家真正担心的是一种叫做超级圣婴的怪物。超级圣婴的定义是中太平洋那一片关键海域的海面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摄氏2度以上。在有完整记录以来，真正够得上超级圣婴这个门槛的屈指可数，只有1982年、1997年还有2015年那3次，每一次都在全世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而现在多个国际权威模型给出的判断是，这一次正在酝酿的圣婴极有可能再次冲上超级圣婴的等级，甚至有研究大气科学的学者直白地说，它有大约50%的几率会成为人类有完整气象记录14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欧洲的气候模型给出的超级圣婴几率更是比美方的估计高出一大截。也正因如此，2027年很可能会一举打破全球高温的历史记录。你听出那股含义了吗？一个泰国的预言家在2025年底用玄学的语言说，2026年是一匹冲进火里的马，最猛的火会烧到2027年。而一群全世界最严谨的气象学家在2026年用卫星与超级电脑算出来的结论是，一个140年最强的热浪正在成型，最热的记录将在2027年被改写。两边用的工具天差地远，一边是直觉与梦境，一边是物理与数据，可它们落在纸上的那个结论，那个年份，那股热，竟然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就是这个故事最让人坐立难安的核心。当玄学与科学在同一个坐标上相遇，你很难不停下来认真地想一想。
而历史恰恰告诉我们，当一个超级圣婴真正发威时，它能带来的远不只是热这么简单。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76年到1877年，那一段日子，在现代气象观测还没普及之前，地球经历了一场被后世认为是超级圣婴所引爆的大灾难。气候的剧烈紊乱让印度、中国还有大片地区的季风与雨水彻底失常，紧接着就是大范围的干旱与饥荒，田里颗粒无收，河流干涸见底，无数人在饥饿中倒下。根据后人的估算，那一场由气候异常牵动的全球饥荒夺走的生命可能高达5000万人。而在这场全球性的浩劫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受到的冲击一点都不比别人小。就在那几年，中国的华北一带、山西、河南、陕西连着好几年低雨不下，赤地千里。史书上把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称为丁戊奇荒。光是这一场，饿死的人就数以千万计，饿殍遍野。那段惨状至今读来都让人心头发紧。5000万，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瞬间崩溃的数字，而它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太平洋上那一片海水的异常升温。而那一次的海洋升温程度，按照部分科学家的说法，竟然与我们眼前这次正在酝酿的处于同一个量级。我们再看离我们更近的二次，1997年到1998年那场超级圣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那一年东南亚遭遇了极端的干旱，印尼的森林一点就着，烧出了惊人的大火，浓烟与霾害飘散了大半个东南亚，天空连续多日昏黄一片，航班停飞，学校停课，整个区域被呛得喘不过气。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边，南美洲的秘鲁与厄瓜多却被暴雨与洪水淹得苦不堪言，房屋冲毁，道路中断，一边是火，一边是水。同一个圣婴，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了完全相反的灾难。各位再想想普莱那句反复出现的水火夹击，是不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到了2015年到2016年那一次超级圣婴，伤口又换了一种形式。那一次海水的高温让全球的珊瑚礁陷入大规模的白化，大片大片美丽的珊瑚在短短几个月里褪成惨白的骨架，海底的生态遭受重创。非洲与东南亚的许多地区陷入严重干旱，农作物欠收，饮水告急。而高温与潮湿交织出的环境也让蚊虫大量滋生。一种叫做寨卡的病毒就趁着这股热浪在美洲大陆疯狂蔓延。那是一种会让孕妇肚子里的胎儿脑部发育受损的可怕疾病。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拉响了最高等级的警报。与此同时，登革热与霍乱的疫情也在好几个地区跟着窜了上来。你看，从1876年的大饥荒到1997年的大火，再到2015年的珊瑚白化与疾病蔓延，每一次超级圣婴都不是单纯的把温度调高那么简单，它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疾病、生态、经济，一个接着一个被推倒。而比起这些前辈，更让人警惕的是，这一切是叠加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很烫的地球上的。把镜头拉回到2023年到2024年，那一次的圣婴已经被世界气象组织列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5次之一。就是那一次，把全球气温硬生生推到了一个我们长期以来最害怕跨过的门槛。地表温度首次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高出了摄氏 1.5 度。要知道，摄氏 1.5 度是无数气候科学家口中那条绝对不能跨过的红线。而那一次的圣婴，论起强度，其实还排不到历史的最前列。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次真的如预测般成为140年来最强的那一个，它把温度计往上顶的力道又会有多么可怕？我们不是站在一片冰原上等着它升温，我们是站在一块本来就已经烧红的铁板上，在迎接一把更大的火。更现实的问题是，这股热从来不会乖乖地待在温度计里，它会变成我们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危机。圣婴一旦发威，全球的农业就会跟着遭殃，该下雨的粮仓变得干旱，禾苗枯死，不该下雨的地方却被洪水冲毁田地。渔业也躲不过南美沿岸那片养活了无数渔民的渔场会因为海水变暖而鱼群锐减，粮食一减产，
价格就会飙涨。而粮价一涨，最先被推到悬崖边上的，永远是那些本来就最脆弱的人群与国家。各位再回想一下普莱说过什么？他说要小心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粮食短缺与物价暴涨。他说会出现严重的水灾，还有类似泥土喷发的异象。当科学家在讲圣婴导致的旱涝与粮荒时，一个泰国神婆竟然早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同一条因果链给说了出来。一个讲气候动力学，一个讲玄学感应，结论却撞在了一起。而这条因果链最后还会一路烧到我们的钱包，烧进整个经济的骨子里。在过去几次强圣婴中，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干旱与洪水让咖啡、可可、蔗糖、棕榈油还有稻米这些作物的产量大起大落，价格跟着坐上了云霄飞车。气候异常还会推高能源的需求，酷暑之下，整个社会对电力与冷气的依赖急速攀升，电价与燃料的价格也跟着一路承压。对保险业来说，极端天气意味着一笔又一笔巨额的理赔。对那些以农业为命脉的国家来说，一次大欠收就可能动摇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民生根基。普莱曾经说过，2026年的经济或许会出现回稳甚至回升，但政治与天灾的冲击不会缺席。把他这句话和科学家对粮价、能源价格的担忧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微妙的事。所谓世界的改变，未必是天崩地裂那一刻才轰然到来，它很可能是从你某天发现菜变贵了，电费变高了，保费悄悄涨了的那些不起眼的日常里，一点一点的开始的。热还会做一件更阴险的事，它会帮疾病开路。气温一升高，很多原本被气候限制住的病媒蚊、病菌与病毒活动的范围就会扩张，繁殖的速度也会加快。干旱与洪水交替之下，人群被迫迁徙，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化，正是各种传染病趁虚而入的最佳温床。其实早在很多年前，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圣婴和瘟疫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发生在南美洲的秘鲁。在1991年那场圣婴前后，一种已经在美洲大陆消失了将近100年的古老瘟疫，霍乱竟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短短时间就夺走了数千条人命，还一路朝着周边国家蔓延开去。各位有没有发现，普莱口中那场由实验室加上大自然混合而成的瘟疫，和科学家口中圣婴所助长的疾病扩散，虽然起点完全不同，一个指向人为的实验室，一个指向自然的气候，但它们最终汇流的那条河都是同一条，那就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健康危机。一条来自玄学的预言，一条来自科学的推演，竟然在疾病这个路口再一次狭路相逢。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重合，才是真正让人睡不着的地方。说了这么多遥远的国度，我们把目光收回来，看看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对于我们这边的朋友来说，超级圣婴绝不是别人家的事。首先就是热，一个更强的圣婴往往意味着更漫长、更难熬的酷暑。午后的高温一波接一波，冷气电费节节高升，户外工作者与长辈的中暑风险也跟着飙高。其次是水，圣婴年会打乱原本的台风与梅雨节奏，有时候该来的雨迟迟不来，水库见底，限水的警报拉响，有时候却又一次倾盆，酿成局部的淹水与山洪。再来就是饭桌，国际粮价一波动，本地的菜价、肉价、鱼价都会跟着敏感起来。前一阵子大家对某些食材价格的有感，其实就是这条全球链条传导到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缩影。普莱讲的是泰国的水火夹击，可水与火这2个字，对于同样身处季风与台风带上的我们，又何尝陌生？还有一点是身处海岛的我们特别要放在心上的，那就是台风。海洋的温度就是台风的燃料，海水越热，台风能汲取的能量就越多，也就越容易在短短1-2天里爆发性地增强，从一个不起眼的热带低压迅速壮大成一个张牙舞爪的强烈台风。当太平洋被一个140年来最强的圣婴烤得发烫，未来这几年台风的强度与路径会不会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这正是气象专家们一直在密切盯着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绝不是什么抽象遥远的科学名词，
而是每一个夏秋之交都可能实实在在打到家门口的狂风暴雨。所以把防台的准备做得更扎实一点，把该补墙的窗户、该清理的水沟提早弄妥当。这种未雨绸缪，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恐怕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而这一切也并不是遥远的未来，它的前奏其实已经在2026年实实在在地上演了。就在这个夏天，墨西哥遭遇了大范围的热浪，气象部门一度警告全国有超过20多个州会受到影响，城市的上空甚至弥漫着热浪带来的霾。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当局因为圣婴可能加剧的高温，不得不缩短学生的上课时间，改成线上教学，让孩子们躲开最毒的日头。更巧的是，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正好在6月中到7月中，与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这3个国家举行。而这段时间恰恰就是北美酷暑最猛烈的时候，一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要在一个被预测为140年最热的夏天里踢完。从球员的中暑风险到球场的降温措施，每一个环节都绷得紧紧的。这些都不是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新闻。当我们把这些零碎的新闻拼在一起，会发现它们和那张火马年的剧本又一次悄悄重叠。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会发现热与乱结伴而行，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气候剧烈异常，粮食减产，饥饿蔓延，社会的张力就会被拉到极限。人们为了争夺变少的水、变少的粮、变少的土地，冲突就更容易被点燃。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一些大规模的动荡与迁徙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个气候异常的影子。火从来不只是天上的太阳，它也可以是人心里那把因为匮乏与恐惧而烧起来的火。所以当普莱把火灾、疾病、战争、粮荒这几样东西串在一起讲的时候，他或许不懂气候动力学，但他凭着一种朴素的直觉摸到了人类历史里那条反复出现的暗线，那就是当老天爷发起火来，人间往往也跟着不太平。那么把这2条线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到底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先说一句很重要的话，请大家务必听清楚，预言永远只是预言。普莱自己都反复强调，他希望那只是一场梦，他无法确定地点。他也说过，火马最后还是有机会浴火重生。一个人就算过去说中再多次，也不代表他对未来的每一句话都会成真。这是我们聊任何预言时都必须守住的底线，否则就成了自己吓自己。我们今天把他的话和科学摆在一起，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贩卖恐慌，而是想让大家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人类的直觉与冰冷的数据在同一个年份、同一股热、同一条灾难链上给出了如此相似的提醒时，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的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得把这2种提醒分清楚。科学这一边的提醒是实打实的，海温在升，圣婴在成型，极端天气的几率在升高，这些不需要任何信仰，只需要看数据就能确认。预言那一边的提醒则更像是一种情绪上的、方向上的警钟，它没办法被验证，但它提醒我们2026年到2030年这几年恐怕不会太平静。无论是天灾、疾病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密集。把这2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提醒叠在一起，它们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建议，那就是别把接下来这几年当成理所当然的太平岁月。能想到这一层，这支影片就没有白看。那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答案一点都不悬，甚至有点平淡。面对可能变得更热的天气，做好防暑，多关注高温与停限水的预警，别在最毒的时段硬撑，多照顾家里的长辈与小孩。面对可能反复出现的疾病，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免疫力与肺部的健康放在心上。普莱那句在公共场所多戴口罩的建议，撇开玄学不谈，放在科学的角度看，本来就是一件低成本又有益的事。面对可能上涨的物价，量入为出，留一点余粮与储蓄，让自己在风浪真的来的时候，能多一分从容，少一分慌乱。
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如果年终真的要出远门，多留意各国发布的旅游与安全警示，把行程安排的保守一些，把保险买的周全一些。你看，无论这些预言最后会不会应验，这些事都是我们本来就该做，做了也绝对不吃亏的准备。准备从来不是因为相信末日，而是因为珍惜眼前的日子。其实，回头看人类这一路走来，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1876年那场夺走了数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人类最终还是熬了过来。一场又一场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战火与天灾，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有人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是世界末日，可每一次太阳照样会在第二天的清晨升起。活下来的人擦干眼泪，重新把倒塌的房子一砖一瓦盖了回去，把荒掉的田地重新犁过，种上新的种子。我讲这些绝不是要大家对眼前的风险掉以轻心，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的前人是靠着未雨绸缪，靠着一家人一个村子彼此扶持，才一次次走过那些至暗的时刻，我们今天才更应该把准备这2个字认认真真的放在心上。尤其是家里有长辈有小孩的朋友，平常多备一点常用的药品，多存一些不容易坏掉的粮食与饮水，多留意一回气象与防灾单位的消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到了关键的那一刻，守护的就是你这辈子最在乎的那几个人。灾难从来不会挑一个良辰吉日才来敲门，但一个有准备的人总是能比别人多撑一阵子，多争取到一分喘息与转圜的余地。而这一份从容，恰恰是任何害人的预言，任何突如其来的灾难都夺不走也抢不去的东西。说到底，我们对抗未知最好的武器从来都不是恐慌，而是一颗既清醒又温暖的心。说到底，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总是会本能地去寻找各种征兆。古人抬头看星象，低头看龟甲，焚香问卜；今人则低头看数据，盯着模型发射卫星。而像普莱这样的人，则是用他自己那套神秘的方式去捕捉那些飘在空气里的不安。这些方式看起来南辕北辙，甚至彼此看不顺眼，可他们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种最古老的渴望，那就是在巨大的未知面前能够多一点点掌控感，多争取一点点准备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和预言家反倒像是站在同一条河的两岸，遥遥地做着同一件事。所以这支影片真正想留给你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一份清醒。清醒地知道，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不太平凡的路口上，清醒地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然后清醒地把属于自己的每一天认认真真地过下去。